南海归墟空降登场，原著粉和剧迷大感惊喜。每年夏季雷打不动的鬼吹灯系列，到了今年差点因南安号难产，原定见面会取消，连带着活动都下架了。现在能顺利播出已经是胜利了。可能也是这层原因，观众们对南海归墟特别宽容，首播3集，潘粤明重聚铁三角，收获叫好声无数。不过随着剧集的不断更新，南海归墟的口碑反转了，是由好转坏了。一般般吧，剧情改得一塌糊涂，受不了了，感觉能浪过云南虫谷。剧情不咋地呀，棚内光太生硬了，剧情太水了。南海归墟到底变成了什么样，让网友不满？首当其冲的一定是剧情注水。南海归墟一共16集，每集却只有半个小时，除去片头片尾中插广告，也就20分钟的剧情。就算是这样，20分钟的剧情里还有一半的时间是主角们互相拌嘴，雪莉杨和胡八一谈恋爱，说白了满打满算有效剧情只有10分钟。5集播完了，胡八一才刚刚坐着英国人造的大铁球下海，明白了，南海归墟是真被丢进南海里了，进的全是水。不过海底冒险剧，观众最期待的当然是精彩纷呈的特效了。然而特效大场面还未开始，大家已经提前失望了，因为剧中连滤镜都调不好，还指着它能做出什么好特效。几人刚到珊瑚庙岛时的画风是这样的，暖色调的滤镜有出满满的年代感，整体显得朴实又有质感。但几人出海时，滤镜变成了又一个样，不顾男主死活的冷白色调，潘粤明脸上的皱纹都被磨平了，乍一看还以为中间插了段广告呢。而到了夜晚，滤镜又变成了乌黑一片，生怕观众能看清人脸。可到了本应该没有光线的海底后，剧组又生怕观众看不清海下的生物，尽情发挥，把海底搞得五彩斑斓，结果是粗制滥造的假，一看就知道是抠图。这几个场景放在一块，给没看过剧的朋友看，打死他也不敢相信这是一部剧中的场景。话说回来，所有的特效节奏都是为剧情做铺垫的，如果剧情够出彩，这些瑕疵观众忍忍就过去了。但随着不断更新，剧情也开始拉胯了，比如一直被吐槽的胡八一和雪莉杨的感情戏，几个人一起上船，2个人腻腻歪歪贴在一块，给鬼船起名字随便交代一下完事了，非得拍点2个人眉来眼去的镜头，冒险成了他俩谈恋爱的主场了。即使说着下海捞珍珠照镜子的事，也能扯到求婚和2人后半辈的幸福上去。即使胡八一为救人和船老大产生了矛盾，船老大和胡八一的矛盾不需要本人解开，只需要雪莉杨把胡八一一个人劝好，剩下的全不用管。之后2人在这搂搂抱抱说着腻歪情话，没有一个人向船老大道歉，船老大可不是你们 play 中的一环。说到胡八一和船老大的矛盾，就不得不提到剧情的另一个槽点，主角集体发疯。事情的起因，多灵的朋友，他养的小耗子舔脚随处乱跑，跑到了船的底舱突然消失，多灵为找回伙伴，砸开门上的锁，刚想进去就被师傅带到了。2人的争吵引出来了王胖子，王胖子一听这事，立马就说我负责给你找出来。阮黑一再说不能去底舱，胖子的逆反心理一下子上来了，我还去定了，二话不说就往底舱走。阮黑一顿烂，又把胡八一一行人给吵出来了。胡八一知道事情原委后，直说船是我买的，你是我们雇的，我们有知情权，为什么底舱不能进？阮黑支支吾吾半天后，说那7个英国人就死在了底舱，你们进去都得死，要是进我就把船开回去。一听这话，胡八一也和胖子开始叛逆，一个劲儿就要往里面冲。看见阮黑的阻拦，胖子还说，你为个耗子你值得吗？是啊，你俩为了个耗子值得吗？眼看着事情瞒不住了，阮黑说出实情，那7个英国人是死在底舱供海鬼了。明叔一听这话，赶紧劝2人别闹了，尊重下人家风俗习惯。没成想这对卧龙凤雏一听这话，
闹得更来劲了，互相递个眼神，开始抢阮黑的武器，非要去底舱下面看一看。一边牵制住阮黑，一边说，不收拾你不知道这船谁说了算。就连雪莉杨看不下去，上前阻拦，吴八一还浑身是理，质问他怎么了，这是冲我们俩来了？怎么了？吴八一，你是海鬼上身了吧？一个盗墓的改信无神论了。这一出比明叔身边那2个追债的还像流氓。剧情再演下去，吴八一都能把阮黑丢下去供海鬼，这么离谱，编剧不如趁早下岗别干了。而且剧中无意义的人物太多，他们除了送人头闹事之外不会干别的，看他们出来就生气，主要是他们犯错误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水时长。搞不懂家的这些人物有什么用？果然不能对这部剧抱有太多期待，期待越高失望越大，用一个词形容前5集就是又慢又水。打着冒险的名头，加起来的冒险戏份也就20分钟，刻意的背景音乐，尴尬的抠图演技，鲁莽的喜剧人们，实在很难让人看下去。剧情本身的硬伤更是让观众直接弃剧，编剧们用心，可以改编但不能离谱，作为鬼吹灯系列的最后一部，别烂尾了。不过剧集更新还未过半，希望后续剧情中节奏、特效、后期制作都能跟得上吧。你觉得南海归墟达到你的预期了吗？